政治版图当中，最近有一个国家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全世界都在重新评估它，是哪个国家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国家。过去呢，大家说要取代中国，可能你要看印度，但今天呢，跟你介绍的是越南。为什么说越南很可能才是那个现在国际的目光当中，觉得它才很可能是下一个中国呢？今天我们就带你好好梳理梳理最近越南发生了些什么事。当然呢，也要把你的投资眼光放在越南身上。好，我们先从国际观开始说起哦。现在的越南呢，已经让大家觉得，好像不能够忽视它。我们先来看即将到越南去出访的有欧盟的一个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了。好，那这个理事会主席要去，然后同时间也宣布，我们要跟越南呢把全面的关系全部都建立起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伙伴关系。好，那当然呢，在此时此刻，你一定说，哎呀，那是因为欧盟在美国这个地方碰壁了啦，川普呢对欧盟很不好，然后呢这个川普无差别的一个这个机关枪扫射，让这个所有的盟友瑟瑟发抖，大家只好抱团取暖哦。所以呢，大家抱在一起，至少有一个这个背靠背的朋友，到时候机关枪再扫射的时候，我们互相保护一下嘛。所以你看到欧盟找上了越南，那当然呢，他们即将会签订一个所谓的全方位的一个伙伴关系。那我们去看它的细项，他说他要从能源的合作，从科技的合作，从人才怎么样的互相的一个这个能够支援，然后乃至于关键矿产的一个开采哦。越南有什么？越南有稀土啊，所以呢，这个稀土怎么办啊？它不会开采啊，所以呢，这个欧盟说我可以帮你，我来了哦。那当然呢，越南要不要给你开采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欧盟就想要跟他当好朋友。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欧盟要跟越南这个手牵手之外啊，本来越南跟美国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本来的关系是挺好的，因为中国加一嘛，大家都挪到越南去。后来呢，美国直接说越南你就是帮中国洗产地，所以呢给他课了很高的关税啊，然后这个种种的一个这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手段啊，都让越南跟美国之间关系有点紧张。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上就是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所以你看到了越南近来呢，这个跟美国好像又开始眉来眼去了哦。好，川普呢最近呢，他不是因为他就很讨厌联合国嘛，一直退群，但他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际体系。所以你看到美国呢，他就说那我要来这个来举办一个和平理事会。那这个和平理事会呢，他就自己找人啦，他就说这个中国你也来，俄罗斯你也来，反正他要当主席嘛。这次呢就不跟这个联合国的一个这个安全理事会一样啊，就有很多的一个可以投否决权的国家，没有这个和平理事会呢，美国说了算，他应该是唯一的有那个否决权。所以呢，这个川普本来是说我们这个加萨的这个混乱之后，我们有一个和平理事会，然后呢我们来促进世界和平，我们来恢复地方治理哦，是这样的意义。但你后来你去看那个细项，你会发现，这就是美国想要另外建立一个体系，那这个体系是只有他说了算。别人什么其他的这个理事会成员我都没想听，好，那类似这样。那这个理事会呢，那当然就是美国邀请谁才能够参加嘛。那他邀请了谁呢？刚刚讲到了，不只邀请他的盟友嘛，他邀请了中国、俄罗斯等等哦。那他在东南亚国家也邀请了一些国家，他邀请了越南。越南是那个第一个举手说我要参加，所以呢，越南就变成了东南亚第一个加入这个川普牵头的这所谓的安全和平理事会的创始成员国。好，那你就说要赶快说，我要跟你知道重修旧好。但其实呢，川普会找上越南也很奇妙。川普呢，这个他除了是美国总统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呢，他是川普集团的创办人。所以呢，这个川普，他的川普他就说了，他这个川普集团其实呢，在越南也有自己私人投资。跟美国无关，那他川普自己的投资什么呢？他就在这个越南有一个叫做新安省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圈地呢，他要盖一个超高级的高尔夫球的度假村。
他花了15亿美元，那他预计呢，在这个地方他想赚大钱，所以呢，你看他现在就邀请越南，然后呢，感觉好像那种有点不能说的秘密是，我都邀请你当创始会员国了，那个我在你那边地方投资就给个方便，哈哈。好，那这是川普可能没讲出来的话，我帮他讲出来，不知道讲对不对？好，那但是呢，这个是看到了，你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就是不管是欧盟，不管是美国。大家呢都把这个越南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美国跟欧洲同时压住越南，好，在国际关系上。那另外呢，越南本身呢，一个国家它要冉冉上升嘛，它自己本身也要做对才行啊。我们就带您看到了近来越南的一个政治。出现了一个新消息，这消息是很稳定的消息啊，就是呢，越南呢，它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叫苏林，苏林呢，他再度呢当了他们的一个中央总书记。越南呢也是一个共产国家、共产体制，所以越共呢，越南的共产党，他们再度选拔出了苏林担任他们的这个中央总书记哦，地位很高，很像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习近平主席那样的一个概念哦。好，他是中央总书记，那这个总书记他是连任的，而且他接下来的任期是5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接下来5年呢。越南的一个领导班子呢，应该是很稳定，就是苏林。苏林是什么概念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的概念，他是轻商的，他是非常重视商业的，他觉得经济很重要，所以呢，在越南当地，大家觉得他是那个大胆的改革派。就很像中国当年经济在腾飞的时候啊，大家都说这个改革开放这样说嘛。那越南现在就是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就是这个苏林总书记哦，他非常非常轻商，所以呢，他当了这个继续当总书记之后，他就是立下豪语，他说好。经济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第一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他接下来每一年的年均的一个经济成长率都要10%以上。这是他得给自己的一个目标。那当然呢，这个共产党他们都会有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他5年计划当中，你去看到全部很重要的都是经济方面要怎么样发展的计划。那这件事情呢，你要说啊，那不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愿景？你不能这样理解它。它是一个共产国家，它是一个共产国家。它是一个共产国家，重要的事情讲3遍。为什么？共产国家跟民主制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民主的地方，但是呢，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说，共产体制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效率是高的，因为呢，他们就是这样决定了，大家就是往那个地方去，对不对？请国家之力去。跟民主制度底下，有的时候你说，哎呀，他也有意见，他也有意见，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重要啊，所以你就是效率就没那么好。所以你要这样理解它。越南呢，现在这个共产体制底下，他说我们全力拼经济，这个时候你要立刻联想到当年中国是怎么拼经济，怎么个拼起来。越南现在已经站在那个风口上了，要起飞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呢现在所有的力气往一处使的那个概念，他们要拼经济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他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往上拼哦。越南呢，在过去几年，它的经济其实呢已经开始往上走了。我们来看它在2025年的 GDP 经济成长率是8%哦。是在整个亚太地区、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数1数2很棒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数字了。然后呢，人家常讲说，股市是经济的一个橱窗，你可以从它看到，那股市反映未来，所以你看到大家怎么样看越南的后市，看它前景看得很好，因为你看到越南在过去1年它的股市上涨60%这么多，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呢，他们的经济呢开始要往科技这个方向来转哦。过去呢，越南大家觉得他就是想要这个复制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做制造业，但是越南呢，它除了要做制造业之外，他说我要做非常先进的科技，他要做半导体。那你说他做半导体，他怎么做？他现在才要开始做，他做得了台湾那样吗？他做得了南韩那样吗？很难嘛。所以呢，他有一个他们要这个发展半导体的公式哦。这个公式呢叫做 C 等于 SET 加1，什么意思？C chip 的意思，晶片。他们说晶片等于什么呢？它怎么做它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呢？SET S 呢是 specialize，
专用的，然后呢 E 呢叫做 ecosystem 生态系，然后 T 呢是 talent 人才的部分，加一就加到越南。好，那这个 SET 什么意思？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半导体从头做到尾，我无法，所以他要 specialize， 他专用。比如说，他们现在很努力发展封测的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 ecosystem 呢，这生态系，他说，那我要把这个封测做到极致，我要一个生态系。然后人才呢，也是他们要努力培育的，所以呢，他非常精准的知道它的定位在哪里。我没有可能做到从头到尾整个半导体的生态链都做，但我就做其中一个部分，然后把这个部分呢做到极致，然后我要人才也要培育起来，然后呢，它也可以有它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了。所以呢，这个是越南现在它要发展的很清楚的知道它要怎么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方法哦。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带您看到的是。你要讲到越南，你一定要看到它的首富哦。越南的首富呢，这个人叫做范日旺。范日旺现在大家理解，他会觉得哦，他有一个这个很像 Uber 那样的一个轿车的一个集团，轿车帝国。但是其实他最早，他白手起家，他最早卖的是泡面。好，这个范日旺呢，他现在才57岁，很年轻，他已经是越南的首富。他的身家呢，大概是比马云差不多那么多，很惊人的，在全世界可以排到大概第70名左右。最早卖泡面，然后呢，他在乌克兰卖泡面卖到了这个非常厉害。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他说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去发展，所以他毅然决然把他的泡面帝国、泡面事业卖给了雀巢。他拿了一大笔钱，他回到越南，他没有继续做食品业，他开始做房地产业，他开始盖度假村，然后盖大楼、公寓楼，各种盖。然后呢，他累积了他的财富之后呢，他现在说他要成为越南的 Tesla， 所以呢，他就成立了一家电动车公司，叫做 VinFast。然后呢，他又说，那我做电动车卖不掉怎么办？所以他才开始他的轿车帝国嘛。他就弄了一个，你看 ecosystem 很重要，他就弄了一个他的轿车的一个这个事业，然后呢，就买他自己做出来的电动车。他这一套他自己的一个闭环，做得挺好的。他现在的一个轿车帝国啊，越做越大。不仅仅在越南当地，他做到了泰国去，他做他的邻近国家去，所以呢，他现在事业很大。他说我要去挂牌，我要到港股去挂牌，他的一个这个越南的一个事业帝国了。所以现在在这个越南，大家会讲说，从这个娃娃，然后到你老死，从摇篮到坟墓，你可能都离不开他们家的一个帝国，有点像南韩的三星那样的一个概念。现在呢，这个范日旺他的一个这个 VIN 啊 Vin 这个帝国 Vin Group 这样的一个帝国，在这个越南也是数一数二的，你这个到哪里都看到他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了哦。好，那当然呢，你说哎呀，我干嘛要突然讲一个越南的首富啊？要告诉大家的是，越南呢，现在他们已经长出了一个大的不得了、国际级的一个资本架构了哦。当你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现象，比如说你刚刚看到了是国家的力量出来了，然后你看到民间的力量，他们已经长出了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资本架构了，那都是现象之一。然后继续带你看，现在大家已经看到越南，觉得它很好玩，观光客、国际观光客也都来了。好，那国际观光客来了之后呢，他还抢到了很多泰国观光客啊，然后呢，他们的观光客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哦。他们在去年总共有2100万人次到越南去观光。观光你也要这样理解它，观光产业不是只有到你这个地方来吃喝玩乐，它会带来的是现金流，然后呢，它会带来的是房地产的机会，然后它会带来的就是就业机会。所以你说观光客啊，对一个国家来讲也很重要。那现在呢，越南已经开始吸引观光客了，国际观光客越来越多。当然，它透过了一些手段，比如说它让你的签证非常容易办理，它电子签证就颁发，然后一个签证呢，本来你就30天的一个这个居留，就是玩一玩，它把你拉长到90天，让你好好玩玩3个月。然后呢，你就看到了，当观光客来了之后呢，哎呀，钱就看到机会了。谁呀？嗅觉这么灵敏，同样也是共产国家的中国投资客，他们看到的越南跟我们可能很像是跟他这个政治体制不太一样，看到的越南不太一样。中国人啊，这个知道当初他们怎么样，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腾飞，他知道那个 tempo 在哪里，他知道节奏怎么抓，所以他们现在看到了越南投资机会，都来炒房了。你看到很多中国的一些资本来到这个地方炒房，然后你就仿佛看到10年前的一个中国一线大城市那个
抢房子买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们太清楚了，太清楚一个共产国家力往一处使的时候，经济会怎么样腾飞的。所以呢，现在啊，这些炒房客通通冲进越南去炒房去了。胡志明市它的一个房价呢，在去年啊就已经涨了30%左右，那接下来呢，可能它的一个速度呢会更快的，因为呢中国的资金都进来了哦。那当然呢，讲到这里你会说，哇，那这个越南是不是这个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完美哦？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有机会当然也是有风险的。越南的风险在哪里呢？它可能目前它的一个基础建设还不是那么样的完备，接下来呢，这个越南政府说他们还要继续的盖高速公路，然后呢，它的一个这个运输的一个这个系统呢，要让它更完善，基础建设还在持续努力的。另外呢，包括了它的能源的部分哦，过去呢，你看到越南呢，它曾经还遇到过这个缺电的状况啊，让很多在当地的投资会觉得天哪，你一个国家你要经济腾飞，然后你缺电，现在他们也在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它虽然呢其实是还有一些风险，但是呢你不能够忽略它了，你不能够说哎呀那个地方风险很大，我再观望一下。现在呢你要看越南，你应该要不是你要不要参与这个市场，而是你什么时候要进来参与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呢，现在的越南就处于一个风险还有，但是资本已经愿意进场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越南啊，它的经济状况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它，它已经开始要起飞了。所以呢，大家未来的投资的一个这个资产配置当中，也不要忘了越南哦。这是今天呢帮大家整理的未来的这个越南，它的经济呢可能有哪一些的一个好方向。简单来讲呢，你就看到它越南呢现在状况是国际地位已经开始提升了，它的政治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经济目标也非常的明确。然后股市都已经先反映了，房市呢现在也要开始跟上了，然后它的观光跟它的制造业双引擎的一路往前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它的成长。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越南的前景，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